我很常被问到荷兰的工资是多少，一般人的薪资行情又是如何呢？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资产上涨、企业求财若渴时，荷兰的平均薪资的确有所提高，但到底是多少，恐怕连荷兰人自己都不知道。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荷兰的薪资行情吧。嘿，大家好，我是小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工资水平在网上变成了一门玄学，好像只要会用键盘就能在网上看到，在荷兰人人月入3000欧元、4000欧元、5000欧元不等。但我今天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判断标准哦。在2022年就有一份有关于荷兰薪水行情的文章，意外勾勒出荷兰民众普遍不太了解全国平均年薪到底是多少。有许多人，尤其是大学生，认为平均年薪是在5万欧元以上，也有些人给出了极端的答案，像是10万欧元以上。这些都出乎我的想象，因为事实上荷兰平均年薪是 4.1 万欧元。当然，若细看各行各业，不能说平均年薪10万欧元是完全错误，但这是少数中的少数。如果以现在最缺人才的科技业技术人员来说，的确荷兰相关产业人员在2022年普遍获得不错的薪资调整。根据网站 TabPay 最新发布的荷兰技术人员薪资水平来看，荷兰科技业人才需求不断的在增长，这之中荷兰技术人员的平均年薪每14个月增长了 10%， 达到了7万欧元左右的年薪水准。若以地域上来看科技业，平均月薪较高的城市有阿姆斯特丹，平均每月工资为5390欧元，鹿特丹平均每月工资为5300欧元，而乌德勒支每月工资为5120欧元。如果再以科技业的职业来划分， IT 经理人、高管在2022年的平均收入都在 5.8 万欧元到 15.3 万欧元左右。位列收入排行榜前面的还有系统架构师、云端架构师、网络安全工程师职位，平均年收入都在7万欧元以上。而在所有科技业类别中，网络开发、UX 或 UI 设计师、资料库管理员等职位，他们的薪水涨幅也在 10% 左右。在荷兰，若以企业大小来看，为大公司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会拿到更多薪水。事实上，51人到200人或501人到1000人的中型公司似乎提供最大的报酬哦。值得一提的是，非常小的公司也可能通过提供公司股权来进行补偿。在荷兰，其实有很多行业员工的年薪中位数并不到4万欧元，例如荷兰各大零售业、旅游业、餐饮业等等。根据 WTW 最新薪资预算规划报告，荷兰劳工在2022年获得平均加薪幅度是 3.5%， 不过因为通货膨胀、食物、能源价格飞涨，事实上荷兰人的购物力不断的在下降，甚至预计将下降 6.8%。 如果将各行各业分开来看，以 Average Salary Survey 的最新资料来说，在一共38类的职务中，荷兰平均年薪在8万欧元以上的职务只有4大类。最高的就是医疗保健产业，平均年薪在 8.6 万欧元到 10.5 万欧元。再来就是企业管理职位，平均年薪高达 9.7 万欧元。接下来的依序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平均年薪在 8.6 万欧元到 8.8 万欧元。人力资源的平均年收入为 8.7 万欧元。而平均年薪低于6万欧元的则有6类，依序分别为农林和养殖渔猎业 5.5 万欧元，建筑业、物业、不动产业 5.4 万欧元，制造业和行政行业都在 5.3 万欧元，艺术、娱乐、休闲服务业 4.6 万欧元，酒店和旅游行业 3.2 万欧元，再来就是最后一名的餐饮服务业在3万欧元。如果以年龄来计算， Statista 的统计数据显示，20到24岁劳工平均年薪为 1.7 万欧元，25到29岁劳工平均年薪为 3.2 万欧元，
30到34岁，劳工平均年薪为4万欧元；35到39岁，劳工平均年薪为 4.5 万欧元；40到44岁，劳工平均年薪为 4.8 万欧元；45到49岁，劳工平均年薪为 4.9 万欧元；50到54岁，劳工平均年薪为5万欧元；55到59岁，劳工平均年薪为 4.8 万欧元；60到64岁，劳工平均年薪为 4.6 万欧元；65到74岁，劳工平均年薪为 3.4 万欧元；75岁以上，劳工平均年薪为 1.7 万欧元。看完这些，也许有些小伙伴会认为荷兰的工资好高哦，连酒店和餐饮业的平均年薪都破10万马币。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税前收入，而且在荷兰的支出也非常高哦。以荷兰的官方统计数据，在2020年，一个普通家庭一年平均的花费是超过 3.5 万欧元，而在现在通膨的状态下，一个普通的3人家庭每月平均支出更是突破了3700欧元。也因此，尽管在2022年荷兰多数产业都有加薪，而且加薪率都比以往高出许多，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加到薪水，因为在这同时，荷兰的生活成本也不断的在上涨。在荷兰，一份还算不错的薪水是在每月税后至少高于2800欧元。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一部分是要考量到荷兰不同城市和地区的生活成本都会有些不一样，所以每月税后2800欧元算是一个基准点吧。但老话说得好，这个数字和真实生活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像咖啡馆到月亮的距离。第一是因为这个数据包含了各行各业还有各个年龄层，的确人力强的人所得到的工资会比这个平均数据高出许多，有些人的税前工资就已经在5000欧元到1万欧元之间了。第二，一件事情一旦平均就会产生偏差。举个例子，2个人拥有同样的平均身价10亿欧元，在数学上来看没错吧，但是和实际情况可能就差了10万8千里。能真实反映情况的并不是平均数，而是中位数。从中位数来看，可以发现荷兰的工资比德国低，但生活成本却比德国高。当然，工资也会因为行业、教育、经验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距。在荷兰，其实有许多人的工资是荷兰的最低薪资。荷兰21岁以上的最低薪资从2023年1月1日起是每月税前 1934.4 欧元，而这些多半集中在零售商、超市和餐饮业者，也就是平均年薪最低的行业。那为什么荷兰人对于平均年薪的问题还会如此不了解呢？这其实和自身经验有关。其实许多人在考虑有关收入的问题时，总是会以自身的收入去评估他人的收入，因此有些人多半会认为其他人都有一定的收入，而低收入户多半会认为其他人都是低收入户。有研究指出，大多数人都会习惯以自身的生活环境去设想他人的财务状况，而且这些判断一般都是先入为主，并不是根据现实状况来评估，这纯粹是因为自身的经验和环境使然。虽然荷兰劳工总会 FNV 呼吁雇主在2023年将工人的工资提高 14.3%，然而雇主们都认为如此大幅度的增长是不现实的，所以基层薪水在没有任何政府的补助下，要在荷兰生活仍然辛苦。以荷兰现状来评估，无论基层员工的薪资调幅多少，还是难以赶上荷兰每月的生活成本。在这方面，我相信世界各国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就是加薪幅度赶不上通膨的窘境。世界很大，有些媒体报道只针对高薪族群，而忽略了那些低薪的职业类别，也因此造就了有些人认为荷兰的薪资很高的错觉。
的确，如果只以税前的收入来换算荷兰的薪资是高，这一点没错。但在扣除个人所得税和个人生活成本之后，实际上在荷兰生活和工作并不能让一般的普通百姓变得大富大贵。若想要储蓄，依然需要省吃俭用过日子，这也反映出为何荷兰人那么抠门了。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